长姐嫁给了她心心念念的楚王，大婚之夜，被送入洞房的却是我。长姐说，只要我听话，我娘就能活。按我说的做，不然你娘小命不保。娘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你一个哑巴庶女，能作为陪嫁婢女与我一同入府，是你的福分。今晚洞房夜，替我好好伺候楚王。你要是能让我满意，今后有你享福的时候。倘若你露出马脚，我就打断你的双脚，将你发卖出去。你那疯子亲娘也别想活命。莫言倾慕楚王已久，却要把我送到对方床榻上，只因他并非完璧之身，还与幕府侍卫有染。事情败露后，他娘为替他遮瞒，把那侍卫杀了。为了不被楚王厌弃，莫言选中身形与他相似的我，做他的陪嫁。王爷，喝清酒。你给我喝了什么？啊，这是家中老嬷嬷给我的，说是能够增进夫妻情趣。奴并不知是何物。这是53，本王身强体健，何须用这毒物助兴？你是怕本王折腾不死你？奴知道错了，奴再也不敢了。求王爷饶恕。王爷累了，奴这就服侍王爷休息。是他。喜欢这个？这个折子我要了。好的。这你快想想办法呀！这是怎么办？看，这香味好特别。拿着，这香囊里的药材能缓解你的病症。你身上的香很特别，与方才拜堂时不一样。这口吃的味道，本王也很喜欢。这是本王送你的信物，收好。
夜木言下药，让韩瑞十分恼怒。他丝毫不怜香惜玉，将怒气全发泄在我的身上。明明罪魁祸首是木言，而我却要承受一切。爸，这些伤害与我娘的性命比起来都不算什么。这是本王送你的信，收好。他昨夜那般愤怒，为何还要给我信？贱皮子，滚！这香气怎么与昨夜不同？本王给你的信物呢？信物？这贱蹄子竟然敢私藏信物！王爷，这般贵重的赏赐，妾身已仔细收着，怕磕着碰着。王爷，妾身还想要。他给我的感觉，为何和昨晚并不相同？王爷，是妾身服侍的不周吗？本王今日还有紧急军务需要处置。母亲，贱人，把王爷给你的信物交出来！贱人，把王爷给你的信物交出来！什么信物？还敢装傻？你是不想要你娘活命吗？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我和王爷同房，就会放了我娘。只要你答应伺候王爷，我就停手。你打死我吧！不怕死？那我就弄死你娘！把那疯婆子带上来！我答应，我什么都答应，求你别伤我娘。记住了，只要你办好这事，我自会给你们母女俩一个好去处。好去处，可未必是放了你们。不放我娘平安，你永远别想拿到信物。你个哑巴，胆子还不小，给我搜！是。听话，老实点。取下来。贱骨头也佩戴这种贵重东西，今日就叫你明白，
谁才是主子？住手！王爷胞弟韩景，他来干什么？大喜日子，老远就听见嫂嫂院里好大动静，嫂嫂火气这么旺，难道是我兄长昨夜未尽夫君之责？小叔说笑了，不过是教训个手脚不干净的贱婢。他胆大包天，昨夜偷了我嫁妆。哦，可惜了一张俏脸。嫂嫂，可我方才碰见库房管事，他说嫂嫂的嫁妆昨日封存造册，分毫不差。这婢女偷盗，从何说起？这韩景管什么闲事？莫非真是兄长惹得嫂嫂不快，嫂嫂这才拿婢女撒气？若嫂嫂实在不喜这婢女，不如给了我。小叔房里众多美妾，个个都是干净身子，这丫头早就失了贞洁，怕是没那福气享受。既然嫂嫂都这么说了，那就算了。不过，王府新婚头一日不宜见血，更忌人命。教训够了，便关起来吧。闹大了，兄长面上不好看。小叔说的是，没有听见吗？把人拖下去，关起来。是。妾身告退。好香。二公子，王爷请您即刻过去。想要活命，继续当哑巴。儿啊，都是娘不好，要是当年安分做个世家小姐，不执意行医，也不会害了你。我娘本是羽翼千金，某次外出行医，被我爹爹强抢为妾，正气良实，表面对我娘宽厚，背地里总是折磨我娘。为了活命，娘不得不装疯毒誓。10岁那年，娘亲生辰，我偷偷在院子里唱了支小曲，不巧，爹爹和慕言路过听见。哎呀，听丫头这嗓子，倒有几分黄莺出谷的味儿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好嗓子，给我毒哑他！张嘴！黄莺叫不出来喽。走。快瞧，咽下去，快！娘，儿啊，要活命，千万别在慕言母女面前冒气儿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哑巴。
真是和你那个疯娘一个德行，天生下贱。你这个没名没分的陪床贱胚子，今日我就要给你个刻骨铭心的教训。不要！你张！不要！放开我女儿！干净身子的处了不起，现如今你不也是个破了瓜的烂货？好一朵清纯白脸，你说这张脸要是多几个疤，是不是就没法勾引男人了？今日我就毁了它，看谁还会多看你一眼。不要！哥，你找我？你身上为何会有紫香气？啊？哦，你说这个？这香囊你从何处得来？这香囊你从何处得来？从嫂嫂院里捡的，想来是她的东西。哥哥若是喜欢，弟弟这就物归原主。哎，不是找我有急事吗？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王爷万福，这香囊可是你主子的东西？这不是那哑巴的东西吗？怎么会在王爷手里？是主子的，只不过前几日不慎遗失，奴婢正四处寻找呢。这香囊是他亲手所制？王爷说笑了，主子金尊玉贵，连绣花针都未曾碰过，怎么可能缝制这些东西？不过是随便买了一些实心玩意儿。哪家铺子买的？这日子久了，奴婢也记不清了。香气浓烈艳俗，与那晚的唇上清冽芬芳截然不同。你主子平日可还用其他口制？王爷一个大男人，今日怎对女子妆奁之物如此上心？本王问你的问题，你没听清吗？回禀王爷，主子用惯了这牡丹凝香脂，许久未曾换过其他口制。即刻把慕言给我叫来！不要！疯婆子，你竟然敢挡我的刀！既然你那么想保他那张脸，那我就改换剜了他的眼睛。求求你放了我女儿吧！疯婆子，再好连你眼睛一起剜了。剜我的眼吧，别动我女儿！脏东西，赶紧弄开他，滚开啊！脏东西！打的就是他！主子，王爷有命，请您即刻过去。王爷急召妾身不知。你拿本王当傻子糊弄？王爷何出此言？妾身对王爷的心天地可见，何来糊弄一说？倘若妾身有半分假话，天打雷劈。说，为何这口之香气与原房是截然不同？难不成当晚床上之人压根不是你？王爷冤枉！新婚当晚所用口纸香料皆为娘家旧物，香气自然略有差异。女子的梳妆之物时有更替，王爷怎能因此疑心妾身？王爷您看，这金镶玉臂钏是您亲手为妾身戴上的。这东西连同那庸俗的香脂都不衬，
趁早换回旧日相持，否则只会让我恶心。果然是被那个贱人带过的东西，就是贱。王爷急召属下，有何吩咐？速查此香囊从何而来？你这狐妹子，竟然还懂制香！今日险些害我在王爷面前露馅儿，若想活命，便将制香方子交出来。放了我娘！还敢跟我谈条件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他？说我娘出事，我一不苟活，我一死，你永远别想得到香方。到时看你在王爷面前如何遮掩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相成之日便是你们自由之时。佩香，须往城西凝香阁购料，你放我去凝香阁，并允我为娘抓药，将我娘安置在厢房休息，我替你调香。好，倘若你敢耍花样，我先杀你娘，再断你的腿，将你发卖给人牙子。倘若这次能逃出去，定要想办法救娘。带走。王爷，香囊已查明，非市售之物，所用香料特殊，只有城西凝香阁可购得。备车，去凝香阁。姑娘，这包石骨粉附赠的，快跑！姑娘别着急走啊，听说你很会调香，想必也很会调情吧？真香的小娘们，过来，让哥哥们好好玩玩。陪兄弟们去后厅好好玩玩。小娘们挺厉害，哥几个就在这办了他。我的眼睛啊！敢跑！你他妈的敢伤我兄弟，老子今天废了你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回州爷是贱婢，是小人的内人。他趁着小人外出做工，光天化日来此与人私会，小人正管教他呢。爷，你看他这会儿还装可怜，分明是看爷您尊贵，有的歪心思想勾引您的，真是下贱胚子！王爷，此等污秽之事，不宜真身。既如此，你们自行处置。是小娘们，等我回家我再好好收拾你。走。
王府马车。方才那女子究竟来此作甚？她是来买香料的。买何香料？就是这个。那姑娘是个调香高手，这是她的独门秘方。不知她最近惹上了什么人，竟被如此算计殴打。这香气不就是……把方才那些人全部押回王府审问。我娘呢？她在哪儿？急什么？先把你答应我的事情办好。让我先见我娘，我立刻调香。你以为你有资格谈条件？倘若香和口只做得好，你们母女还能见一面；做不好，这辈子都别想见了。主子，凝香阁的掌柜扛不住打，配方交出来了。等我确认这香方没问题，就送他们母女上路。吃香包的药材对娘亲的伤有好处。倒是没偷工减料。香已经做好了，我娘在哪儿？赶紧放了她。放心，你们很快就能在黄泉路上相见。小哑巴，你身上这么多伤，留下你也活不了多久了。主子赐你一死，免得受苦。王爷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此女是妾身院中犯错的婢女，身份卑贱，恐污了您的眼。是他。王爷息怒，这是妾身从穆家带来的陪嫁婢女，因偷盗主物，妾身才将她小惩。此等琐事，岂敢惊动王爷？王府自有法度，岂容私情？李逵，把人带下去，寻医救治。是。王爷这些时日始终疑心那夜与泥园房的不是妾身，对吗？妾身原以为交出信物便能自证清白，可王爷甚至暗中查访妾身用过的香，这香并非妾身有意隐瞒，是这制香婢女屡次行窃不知悔改，实在留不得。王爷方才急着闯进来，莫非是疑心那夜与泥园房的是他？王爷可还记得10年前上元灯节，您突发恶疾昏倒街头，是妾身用这香包救了您。那夜长街喧嚣，您倒在西侧牌坊下，口吐白沫，唇色发干，妾身扯下随身香囊，将其中药材塞入您口中急救。临别时，
将香囊给了你，还不慎掉落了刚买的金镶玉臂钏。他怎么知道这些细节？他怎么知道这些细节？看样子王爷信了，好在我早做了准备。主子，您让茶的香味之时有眉目了。王府一名老嬷嬷知道事情始末，带他过来。陈嬷嬷是王府老人，王爷的事情没有不清楚的。他格外钟情某种香气，可是就是有什么缘故。回主子，王爷有时遇险，是个小姑娘，又随身香药所救，她给王爷留了救命香包，匆忙离开时，不慎掉了金镶玉臂钏。王爷这些年一直将臂钏贴身收着。至于那香包，前些年不慎被个笨手笨脚的丫头弄丢了，王爷大怒，已将那丫头发卖出府。原来当年救下王爷的是那下贱的哑巴，幸亏王爷没有认出他。王爷，您终究还是不信妾身。既然你说是你救了本王，那你可知这香包为何能救命？这香包里有一味香味独特的昂贵药材，名为苏合香。苏合香常治猝然昏倒、气机闭症，能开窍醒神、温通经络，正是它救了王爷。你还懂药理？妾身少时多病，常在病榻旁听医者辩证论方，不过记得皮毛罢了。是本王多疑，委屈王妃了。圣旨到，楚王韩瑞速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南疆叛乱，军情紧急，着楚王韩瑞明日率军出征，平定边患，不得有误，钦此。臣遵旨。如今你已是楚王妃，身份贵重，府中上下应当有容人之量。若再让本王听闻你肆意凌虐下人，国法家法岂不容你？妾身谨记王爷教诲，日后定当时刻自省，善待府中众人。穆婷，你以为救过他一命便与众不同了？可惜啊，这份恩情如今是我的了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主子，您当真要留那哑巴性命？王爷方才那番话字字敲打，你以为只是说与我一人听的？这府里多的是眼睛盯着，眼下且让他多喘几口气，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金镶玉臂钏，韩瑞自从上元灯节回来以后，那玩意儿就从未离世，让你查他的来历如何了？禀公子，臂钏是那夜韩瑞病发救他性命的姑娘遗落的，韩瑞对那姑娘一见钟情。查，我要将那姑娘给抢过来。府内传闻韩瑞在圆房夜将这臂钏送给了新婚妻子，可为何嫂嫂要从小哑巴手里将她抢回？难道那夜圆房之人是小哑巴？小哑巴身上确实有一股特殊香味，怪不得韩瑞仅凭香包就能认出，还急急忙忙寻了去。可惜呀，韩瑞被李代桃僵的戏码迷了眼睛。
不知他心心念念的女人是小哑巴。韩瑞喜欢的女人，我定要将她好好玩玩。瑞儿，南疆路途艰险，归期难料，不如让慕言为你挑个暖床丫鬟随行照料。母妃思虑周全，王爷万金之躯，身边该有个知冷知热的人。若是看上哪个丫鬟，带去便是。此事不可。儿臣此次前行是行军打仗，并非游山玩水。慕言善妒，卿太妃说者诬陷，可慕言听者有意，事后恐怕会更针对我。满府的人都往前凑，怎独你一人躲在此处偷看呢？奴婢该回去了。哎，别急着走，难道不认识此物了？是碧川，怎么会在他手上？你替长姐圆房的秘密，我已知晓。如今韩瑞远赴南疆，鞭长莫及。如果此事走漏风声，你还怎么活下去？若想让我保守秘密的话，今夜3更，来我房中，好好侍奉。他怎会知晓内夜之事？此人城府诡谲，不可轻信。难保他不是故意诈我。怎么，不相信？还是在好奇本公子如何看破？慕婷啊，你要想在王府活下去，我才是你现在唯一的生路。眼下我和我娘亲命悬一线，他或许真能成为我们逃出王府的出路。奴婢这几日身子见红，请公子宽容几日。也罢，本公子最不喜勉强，那就等你干净了再来，可别让我等太久，我的耐心有限。主子，王爷这一趟前去南疆，少说也要待个1年半载。王爷嘴上虽说不近女色，可他毕竟是个男人。若是从外面带回来一个，咱们在王府还有立足之地吗？你说的不无道理，本宫当然不会坐以待毙。本宫定要在王爷回府之前巩固地位。主子，王爷不在，老太妃待您也不冷不热的，这地位也太难巩固了。万一王爷战死怎么办啊？呸！别胡说，王爷定会平平安安的。只是有件事不得不防，我与王爷已圆房，不如趁此机会来一招树上开花。主子，树上开花什么意思啊？本宫假装有孕，若是王爷提前回来了，便寻个人说本宫不慎小产；若是王爷长久不归家，便买通稳婆，寻个白胖可爱的男婴，就说是本宫生下的。倘若王爷真的回不来，有儿子傍身，还怕庆太妃那老妇不成？还是主子您会想办法。可那个慕婷母女怎么处置？留着他们终究是祸患。王爷心思深沉，并非是只懂侦查的莽夫。那疯妇关在地牢时日久了，难保不走漏风声，反而引他起疑。过几日趁着回门，将人送走，一了百了。你去找可靠的人牙子，要处理得干净，别留痕迹。主子英明。越是迟迟未来，我这腹中已怀有韩瑞的血脉，想要保证孩子周全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是时候会一会韩静了。
小美人，终于想通了。公子何必心急？你会说话？公子是嫌婷儿不是哑巴？哑巴有哑巴的去处，会说话也另有风味。上回公子说到知晓了婷儿的秘密，婷儿实在愚钝，公子究竟是如何看破的？此物，我兄长从不离身，断然不会轻易于人。可那日我见你臂上带伤，血迹犹新，显然是你长姐刚把这臂穿夺走。至于为何要夺，自然是因为那夜红帐之中的人本就是你，而非慕言。韩庆仅凭那日慕言动手，便能推断出此事。他果然心思缜密，城府深沉。我想要骗过他，定要小心行事。公子既已看破，却未向王爷和太妃揭穿，婷儿猜公子并非贪图婷儿的身子，而是另有所图。哦，那你猜我图什么？婷儿猜公子不揭穿，是因为公子已经知晓楚王韩瑞并非庆太妃亲生之子，您想要的是王爷之位。王府秘辛，你从何得知？奴婢用3根金簪换了王府老奴几句实话。陈嬷嬷的儿子嗜赌，欠了印子钱，我用金簪替他儿子还了赌债，他便告诉我，韩瑞并非庆太妃亲生，庆太妃巴不得韩瑞战死，好让亲儿子韩静继承爵位。二公子才是庆太妃亲生儿子，可老王爷临终前硬是让大公子成了爵，长了兵。这些年来，太妃心里这刺就没拔出来过，二公子也没少动心思，明里暗里用了不少手段。幸亏大公子命硬，回回都躲了过去。这么多年来，公子看着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落入兄长之手，公子心中岂能无憾？说下去。公子所图无非2样：名正言顺的楚王之位，统帅千金的虎符之权。哼，你知道了这么多，就不怕我杀了你？只要公子愿意与我做一场交易，我自有办法让这2样东西完完整整的落到公子手中。哼，交易，我倒是挺好奇，你这个自身难保的假哑巴，能替我谋什么？公子，我腹中已有了韩瑞的骨肉，这个孩子一旦出生，便是韩瑞的嫡亲血脉，必然会成为他的软肋。以公子之智，只要善加利用，何愁不能逼他主动把一切归还于你？你以为一个尚未出世的孩子，就能拿捏我那权倾朝野的兄长？长姐慕言，当年与侍卫私通有孕，强行落胎后伤了根本，早已无法生育。如今家父升至户部侍郎，王府为了维系朝廷根基，断然不会在此时纳妾，折损穆家颜面。只要慕言是楚王妃一日，韩瑞的子嗣便只能是我的孩子。我凭什么相信你会帮着一个外人，却害自己孩子的亲生父亲？公子以为那夜承欢是我自愿？
是慕言用我娘的性命逼我替他圆房。如今我娘亲就关在王府地牢，公子若是不信，现在便可派人去查看。去地牢查看近期有无新囚，尤其是年长妇人。是。说吧，你想让我怎么做？3日后，慕言归宁省亲，这是我们安然离府的唯一机会。只有远离他，这个孩子才能活到公子您需要他的那一天。主子，当真今日动手？王府里耳目太多，动手易留痕迹。可若是在回门途中，有人不慎走失，那便是突生意外，天命不佑。王爷若是起疑，也无从查起，更怪不到我的头上。主子思虑周全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下次再来呀，下次再来玩呀，大爷。大爷慢走来，过来看看，下次再来呀，来就玩呀，大爷。哎呦，今儿送来的姑娘长得可真水灵。我们主子最见不得他这副清高样子，您费点心，多找几个有手段的爷们，好好教教他规矩，最好让他这辈子看见男人就发抖。春桃姑娘放心，到了咱们这儿啊，再倔的性子也保管教的服服帖帖的。臭哑巴，害得老子在楚王府牢里被扒了一层皮。今天不弄死你，老子跟你一姓。现在知道怕，晚了。把这老东西手脚打断，扔到街上讨饭去。至于这个，哥俩今天好好教教你什么叫生不如死。不要！去死吧你！快点来！主子，事已经办妥了，人已经送进了迎春楼，王婆子亲自接的手，保证干净利落，没人能查到咱头上。办得不错，下贱出身的哑巴就应该死在那种下贱地方。主子英明。2个大活人在王府里凭空消失，你们是瞎了，还是不想活了？公子，查到了，王妃院里的春桃姑娘带着人将哑巴母女给发卖了，卖去了何处？迎春楼。你这小娘皮穿的还挺严实的，老子今天非把你吃干抹净了不可！大哥，你快点，这细皮嫩肉的，真馋人，小兄弟等不及了。小媳妇，你好香！哎呦，住手！把这些尸体拖出去。哎呀，是。公子，我有话说，能否屏退左右？不听，迎春楼里外已被围得水泄不通，别想耍花样，你插翅难飞。哼。
公子啊，常言道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穆姑娘，你让我藏在这等着，竟真料准了。别多话，快把衣服换上。嗯。姑娘当真神算，连这泔水车都备下了，守城的见了，只怕躲还来不及，哪会细细查验呢？婷儿，你怎么知道莫言会将我们卖到迎春楼？还有这小厮，他是王府里的人，为什么会冒死帮我们？娘，我们出城再说。婷儿，你快告诉娘，你到底是如何算准莫言会将我们卖去迎春楼的？娘，你可知道，穆言自小便有藏钱的习惯，他所有提及钱都藏在城外夫子庙那尊文昌帝君像底座的暗格里。这有何关联？当然有，如果不是我悄悄拿了他的钱，也救不下平安。没有平安，就没有今天这出金蝉脱壳。啊！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多谢姑娘。不过是打碎个瓶子，穆言就要取你性命。姑娘，你会说话。嘘，这王府是吃人的地方，你要想活命就跟着我，我们一起想法子逃出去。好，你要我怎么做？帮我时刻留心穆言动静，尤其是他与旁人的谈话。我拿了他的钱，救了平安的命。平安从那日起就成了我家暗处的眼睛。他告诉我，穆言要把我们卖入迎春楼。这些是娘。这些年，穆言和穆夫人两使变着法子欺辱我们。如今我们终于逃出来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用装哑巴了，也不用装疯子了。有了这些钱，往后日子也不用愁了。既然我们已经离开了京城，从今往后便再也不能回去了。婷儿，咱们去投靠你小姨吧。这世道得有人帮衬着，这些钱财才能成为咱们的依仗，而不是催命符。大娘，你别怕，这不还有我吗？您要是不嫌弃，往后我就是您亲儿子，穆婷阿紫就是我亲姐姐。小姨出家了，住在平西镇的御马庵。几经打听，我们终于找到这里。姐，妹妹。小姨得知我有了身孕，便央求主持，让我母女住在寺庙不远处的小院里。40多年前，某位家道中落的官宦小姐曾在此居住。后来，她在山中遇到一位贵人，与那位贵人一见钟情，她便跟着情郎走了。
可他还时常惦记着师太们的恩情，每隔几年都会派人送香油前来。说是让那小姐得知我们住了她的院子，会不会怪罪你们？无妨，那位小姐今年都60好几了，她与佛家有缘，想必也是一位心善的人。她的旧居能庇护落难的人，她应该感到欣慰才对。听小姨如此说，我与母亲才安心住下。我们在院子里种菜种药草，时不时拿一些药材去山下换些银子。平安则进城磨了份掌柜的活，日子过得舒心自在。瑞儿，4年了，你平安回来便好。是孙儿不孝，让祖母忧心了。祖母脸色疲惫，今日睡眠可好？近日不知怎么回事，总想起40多年前家中遭难，避居山野，遇见先帝的那段日子。若非师太们收留，哀家也不会嫁给你祖父。哀家这心里边始终记着师太们的恩情。你既已回来，便陪哀家去马鞍添些香火吧。好。4年了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公子，查到了，穆庭人在平西镇御马鞍，身旁亦有一儿一女。穆庭啊穆庭，你个小骗子，带着我的小侄子藏了4年，你倒真会挑地方。韩瑞要陪祖母去御马鞍上香，咱们也去。这个是什么？连翘，这个呢？当归，这个，丹参，这个呢？黄芪。哇，小月儿真棒，全都记住了。小景，慢点跑，当心打翻外婆晒的草药。小景，快带妹妹回屋里，快！穆小娘子，这个月的保家银可该交了呀。若实在凑不齐，不如到老爷我府上做几天工，咱们慢慢算。周老爷，该交的钱我们都交了，从未拖欠，请自重。我说没交，就是没交。来人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小玉，你在里面藏好，我去拿钱，去镇上找平安叔，雇几个打手过来保护娘亲。老夫人，小子有急事儿，不慎冲撞，请您恕罪。这谁家孩子，怎么跟瑞儿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啊？老夫人，您快让让，我有急事儿。瞧这眉眼，这脸型，真的跟楚王殿下儿时如出一辙啊！娘娘独具慧眼，这眉眼之间确实很像。哼，还真是有缘分。告诉奶奶，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啊？小景别怕，快和娘娘说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娘亲被坏人围在家里，我要拿钱去镇上找人来救娘亲。不必找人了，带路，奶奶帮你。压住了，走！光天化日强掳民女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怎么是他？这帮人穿着打扮如此雍容华贵，想必不是普通人，我可不能贸然得罪他们啊！贵人驾到，有事远迎。滚！穆庭，等这群贵人走了，看老子不扒了你这贱人的皮！哼！
娘亲，娘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锦儿不怕，娘没事。太后娘娘，这位就是借住在您别院里的云小娘子。原来40年前住在这里的落难小姐，就是太后娘娘。她遇到的贵人便是先帝。民女参见太后娘娘。平身。听慧明大师提起，哀家的旧居被借住了，想不到是这般知书达理的小娘子。太后娘娘慈悲如海，恩泽万民，能被您庇佑，是民女一家的福气。进屋瞧瞧吧。哎呀，小娘子你好福气，有一对这么可爱的儿女。王嬷嬷还不快赏？是。来，多谢太后娘娘。谢谢太后娘娘赏赐。小娘子姓云吗？我娘家有位私自逃脱的罪奴，也姓云。云乃我母亲的姓，4年前我将木姓改成了云姓。木言这么问，恐怕已经认出了我。是了，真巧。小娘子，你为何带孩子们在此避世？尊夫呢？外子参军去了，数年来杳无音讯，我们母子3人无家可归，幸得太后和慧明大师布施，方能借住在此。可怜劲儿，委屈你了。你母子住在哀家的旧居，便是与哀家有缘。你可有何难处？兴许哀家能替你解决一二。多谢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宅心仁厚，民女平素里身手与马鞍师傅们的照拂，并无任何难处。太后娘娘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早些回去用膳吧。太后娘娘自有定夺，你乖乖候着便是。身为小辈，怎可胡言乱语？可知道规矩2字？母妃教训的事，是我僭越了。庆太妃这般当众服慕言的颜面，看来慕言这些年在楚王府过得并不好。唉，罢了，天色不早了，是该走了。小娘子，你好生保重，哀家下回再来瞧你。哎呀，哀家啥时候能抱上这样的曾孙呢？他为何这般看我？是我多心吗？不管慕言今日是否认出了我，以他的个性，宁杀错不放过。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小景、小月一根汗毛。娘亲，你在大扫除吗？今天要过年吗？小景、小月，娘亲带你们出去游玩，过阵子再回来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是怎么了？慕言来了。咱们快走吧，去和你小姨告个别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我不能把这东西丢在这里，若是落入旁人手里，免不了又生出祸端。娘，我饿。娘，我也饿。娘，天色已晚，不如今天先歇歇吧，明日再赶路。我们这一离开，只会坐实了慕言的猜测，可我别无他选。快快快，麻利点，别让人察觉了。
派来的，他要赶尽杀绝，除此以外别无可能。走！娘，走水了，走水了，快醒醒！娘，走水了，走水了，快醒醒！云儿、晴儿，快！捂好口鼻，跟我走。走。小静，娘，你快带外婆走，别管我。等我。娘，小静，快出来！月儿，别怕，晴儿别怕啊，娘在，娘在。嘿嘿嘿，主子没说错，这贱妇命真是硬。兄弟们，带走！这声音是方才放火的人。是慕言派你们来的，连几岁孩童也不放过，你们也不怕半夜鬼敲门？少废话，上！带孩子们走。娘亲，我不要走。走啊！快走！娘亲，娘亲。好久不见啊，穆婷。你要杀妖剐充我来，放了我的孩儿和娘亲。呀，小哑巴原来会说话，装了这么多年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多好的一张脸呢！当年就是靠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才勾得王爷念念不忘吧。当初没能杀死你，真是可惜。不过，你终究逃不过我的手掌心。今日我就要送你去见阎王。不许碰我娘亲！好，好一个孝子！既然你急着替你娘受罪，那就从你开始吧。你杀了我吧，不许杀我娘！慕言，今日我孩儿若损半分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好啊，我等着你。呸！小杂种，你要是急着投胎，我不介意先送你一程。这小杂种极可能是王爷的血脉，留着还有大用，我暂时还不能对他下死手。住手！怎么样，怕了吗？住手！好一副母子情深，今日我就让你们尝尝生离死别的滋味。把它给我塞进缸里，醒醒脑子。主子，不好了！主子，不好了！王爷大人来这边了。他怎么会来？贱皮子，今日算你命大，但你别以为
这事儿就这么完了？主子莫急，奴婢来时已让人去请了那位周老爷，他昨日才在木亭这儿吃了鳖，正恨得牙痒。待会儿咱们走后，把这留给他，一旦王爷问起，就把今日的事情全部推到他身上。做得干净些，别让王爷起疑。小娘子，咱们的账该好好算一算了。周老爷，我劝你三思，我身边这2个孩子是昨日那位玄衣男子的亲生骨肉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有点好奇了。说吧，什么了不起的来头啊？他是当朝楚王韩瑞，你若敢碰他的血脉，他的女人，纵有10条命也不够你填。楚王唬谁呢？楚王的种能落在你这种破烂货肚子里？嘿嘿嘿嘿嘿嘿，小美人儿，今天我就当着大伙的面好好玩玩你，让大伙儿都乐一乐。住手！谁敢动我的人？韩静，小骗子，藏了4年，我可终于找着你了。衣着贵气，却连个随从都没有。哼，管他是哪家公子哥，杀了埋了谁也不知道。一个人也敢学英雄救美，给我围了！小骗子，你这麻烦可真不小。切，既然他想救你，那老子就先送你一条路。百发百中，韩瑞果然骁勇，可他为什么会来这里？难道是韩静告发了我？你听不言圆房的秘密，我可一字未向他透露。但你别忘了，4年前答应过我什么？从前事情我可以不计较，但若以后再敢耍花样，那要你全家性命的，便不止木言了。今日是我兄长楚王殿下救了你，还不快上前谢恩？民女多谢王爷救命之恩，来日必报答。不必等来日了，不如今日就把恩情给还了。民女身无长物，委实有心无力。刚才韩瑞一定没看清吧？你当真认不得本王？民女眼拙，不认得恩公尊荣，还望见谅。别给本王装傻充愣。兄长，我看这小娘子眼神不好，您又何必与她计较？全部带走。主子，不好了，王爷把那贱人带回来了。什么？那贱人居然没死，当初就应该一刀杀了她。王爷将他们安置在何处？在听竹轩，离王爷的书房不远。王爷安排了重兵把守，咱们很难进去。
倒是会挑地方。去，把听竹轩的人打点好。这次我要让穆婷死无全尸。你可知本王为何带你们回京？那是因为太后娘娘喜欢那2个孩子，是她让本王带你们回来的。可是没想到，你们当天连夜跑了。本王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把你们找回来。原来那人是太后让他来的，可是我不想跟他和慕言扯上一星半点的关系，老天爷为何不肯放过我？谢太后和王爷垂爱，民女无福消受。姓周的那帮人只不过是替死鬼。不过你放心，本王很快就会查出幕后主使。还用得着查吗？幕后主使就是慕言。可父亲如今身为户部尚书，他既是户部尚书嫡长女，也是韩瑞的正妻，两人休戚与共。韩瑞总不能因为太后喜欢我的儿女，就替我报仇吧？站着不累吗？坐下。谢王爷。之前见你时，明明出手狠了，怎么，如今一副受气包的样子？之前见我出手狠辣，他什么时候见过我？原来是他！我和韩瑞在长姐婚前还真见过，那时我刚及笄，跟着幕府的姐妹们去楚王府贺寿。好帅啊！世子爷真俊啊！真俊啊！真不愧是世子爷。你是幕府的2姑娘穆婷吧？少时我们有过一面之缘，可曾记得我父亲是光禄寺少卿，鄙人姓唐。是唐公子是出了名的纨绔，我可惹不起。都说穆大姑娘是美人胚子，我看穆2姑娘更胜一筹嘛。他敢公然调戏我，只因我是出身卑微的庶女。小哑巴，你跑什么？本公子瞧得上你是你的造化，要不我去你家提亲，让你嫁给我做个贵妾？不识好歹的小贱货！世子爷，你在做什么？这小女子冲撞了我，我就是想教训她一番。你当我瞎了？饶命！小人不敢，世子爷息怒啊！你的伤是怎么弄的？这被这姑娘刺伤的。你再说一遍。不是，是我！世子爷饶命啊！世子爷！滚！我救了你，你连一句道谢都不说。我是哑巴，不会说话。哑巴？真的？你不是说自己是哑巴吗？怎么如今能开口说话了？是好了。好，既然能说话了，就把瞒着我的事情都说清楚。难道他知道了那夜真相？难道他知道了那夜真相？说我坦白2个孩子是他的，他会不会帮着慕言把我的孩子抢走？不能冒险。民女无事瞒着王爷。
好吧。王爷，您能不能放我们走？你为什么要走？平西镇已不安全，此处是本王的地界，我已安排重兵把守，闲杂人等进不来。民女身份低微，不配住在王府。你说话何必绕圈子？你是不信任本王，觉得本王连你们的性命都保不住？信你？4年前，你连枕边人被调包都浑然不觉，如今慕言权势更盛，你如何活？王爷，民女和您非亲非故，您的呵护，民女承受不起。您的呵护，民女承受不起。去看看吧，你先下去。站住！明日起，你陪我去猎场骑马。王爷为何不请王妃相伴？不必多问，退下吧。莫文宪，今天教你的马术可都记清了？王爷，你与婢女同乘一起，招摇过市，恐有失体统，惹人非议。本王的事，何时轮到你来过问？妾身失言。再动，我便将你从马上丢下去。贱蹄子，我定要让你不得好死！平安，阿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听说阿紫回楚王府了，我担心阿紫被欺负，便不请自来了。你既已脱身，何必又回来涉险？能为阿紫分忧，我心中才安。平安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有几件要紧事，还需要你暗中帮我查探。阿紫，我查清了，原来在楚王出征后，慕言假装怀孕，不料被房里婢女出卖，假肚子穿了帮。楚王回来后知道了此事，震怒不已，从此再也没进他的院子。没想到他真的用上了树上开花的损招。后来不管慕言如何哀求解释，楚王都不肯原谅。慕言无计可施，只能给楚王下药，结果被他识破，慕言因此挨了家法。此后楚王对慕言更是冷若冰霜，连二公子韩静那一房侍妾都不把慕言放在眼里，平日没少打压他。慕言有今日也是活该自找。阿紫，另外我还查到一件事，慕言和王府一名侍卫有染。看来我逃离王府的时机将至。平安，辛苦你，这一次本不应该再把你牵扯进来。不辛苦，我的命是阿紫从鬼门关救回来的，只要能帮到阿紫，不管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，平安万死不辞。深更半夜穿成这样来找我，又要自荐枕席？小骗子，收起你的美人计吧！上次把我耍得团团转，这回又在算计谁呀？帮我，我要慕言的命。杀他？对我有何好处？慕言的父亲已从户部侍郎升至尚书，他是韩瑞与户部联姻的关键，
是他在朝中的一大助力，除掉他便是断韩瑞一臂。这对于你来说，难道不是好处吗？好，我可以帮你，但事成之后，你必须立刻助我扳倒韩瑞。我必信守承诺。等韩瑞一死，你即刻入我房中为妾，否则我会让你那一双儿女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说说看，你打算如何对莫言动手？明日我只需要你帮我把韩瑞引出王府，我再放出太后病急，韩瑞入宫侍疾，数日不得归府的消息。假传太后病讯，可是重罪。消息只要不传出王府，便传不进宫里。有意思。之后呢？之后便是请君入瓮，收网之时。太后疾病，王爷深夜入宫侍疾，消息可准确？门房亲眼见宫里来的公公神色匆忙，王爷连朝服都未换，便骑马而去。如此甚好。春桃，夜里床榻凉，你去安排欢郎来暖床吧。小姐，欢郎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听说王爷进宫侍疾，这几日都回不来，那我可要好好疼你了。讨厌。王爷怎么回来了？王爷，属下刚才巡视后宅，经王妃院外时，见一侍卫鬼祟潜入王妃卧房，至今未出。属下未敢惊动，贴近窗下，只听见有男女侠逆之声，不堪入耳。好，好得很。慕言，你秽乱内为，私通外男，此番人赃并获，我就不信韩瑞不杀你。王爷，滚！不行。是。慕天，你又算计我，你当真好得很。王爷饶命，是王妃她招小人来的，小人不敢不从啊。妾人，你将王府颜面置于何地？你把本王爷的颜面置于何地？王爷，妾身是被人设计陷害，妾身冤枉。人赃俱获还敢狡辩，本王今日就取你性命，以正家法。住手！瑞儿，他父亲已是户部尚书，胜券正龙。你若此刻杀他，便是与穆氏结下死仇。楚王府在朝中，还需穆氏相助，万不可冲动。
太后并未染疾，王爷也当夜归来。穆婷，定是你这贱人做剧害我。今日之辱，我必千倍奉还。你和你那2个小杂种，一个也别想活！哼，将这贱人押入暗室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任何人不能探视。是。孽障！平日你胡闹，祖母只当你是年少荒唐，可你竟与你兄长戚氏做出如此禽兽不如之事，楚王府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！太后息怒呀！家丑不可外扬，这逆子便交给儿媳带回去严加管教吧。来人，带下去。阿紫，你真聪明，趁着乱子，咱们这次定能远走高飞。平安，我们快走吧。驾！静儿，你今日之事实在荒唐，暂且在此静思己过，待风头过后，为娘再为你周旋。是。公子，穆婷母子不见了，立刻查！务必将那2个小野种抓回来。只要那2个小野种在我手里，我就能逼韩瑞交出王位和兵权。是。王爷，穆姑娘他们趁乱跑了，立刻派人去追。是。等等，盯紧韩静院里，一有异动，马上来报。是。穆婷，你终究是不信我能护你周全。动手！是。请大人开恩，放我们一条生路。民女愿奉上所有钱财。哼，就这点手段，还是省省吧。动手！娘亲，这是救我去！求求你放过我的孩子，求求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撤！撤！静儿，月儿，孩子，我的孩子。玉，穆婷，穆婷，你没事吧？孩子，救救我的孩子！穆婷，穆婷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！我已经命人全程搜索孩子的下落，你不要担心。小黑羊，穆婷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该和本王说了？我不过是身份卑微的庶女，如何配得上楚王？若让他知道小景、小月是他的孩子，难保他不会为了颜面去母留子。我不能冒这个风险，绝不能说，也绝不能再失去小景和小月。是本王未能让你心安，来日方长，本王总会等到你亲口告诉我的那一天。王爷，有消息了。李逵，你去调集人手，随时待命。是。别去，心中让你一个人去，一定是想要置你于死地。可我必须去，因为小景、小月，他们是我的孩子，我亏欠他们太多了。别去，
我不想让你死。若不是韩静一直觊觎王位，你与孩子也不会被卷入这场祸事。放心吧，我一定将孩子完好无损地带回来。公子，韩瑞来了，孤身一人，未带一兵一卒。可验明正身，属下亲自确认，是他无误。我这兄长领兵多年，向来谨慎，从不是独行之人。想不到今日为了2个野种，竟真敢单刀赴会。兄长，好胆色。不过，兄长当真急躁，只可惜你今夜心乱了，手也慢了。王位兵权都是我的了！哈哈哈哈哈！韩瑞，韩瑞，你不能死！平儿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阿紫，让我去。我这条命是你给的，如今这副与王爷有几分相似的皮囊，或许能派上用场。平儿，阿紫，这条命，平安还给你了。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韩静，韩瑞，你如你所愿，死了。你该遵守你的承诺，放了我的孩子。放孩子？可以。不过，可别忘了，你答应过我的事。你这般聪慧果敢，真是让我越来越喜欢了。做妾，着实委屈你了。待我在朝中根基稳固，便以正妻之礼，风风光光娶你过门。眼下暂时委屈你，在我房中做个贴身侍女。哼。妾身谢过王爷。我现在可以看我的孩子了吗？孩子在我私宅，回去便能相见。把韩瑞的尸首就地烧了，对外便声称楚王韩瑞追击叛贼失踪，生死不明。是。
你们这是要造反吗？我乃王府二公子。二弟，你深夜带兵回府，所谓何事？你又设局骗我！是又如何？是又如何？是你背叛了我！公子，韩瑞来了，孤身一人，未带一兵一卒，可验明正身。属下已验明正身，是他无误。你明知来人不是韩瑞，却故意谎报，诱我入死局。为什么？我何曾亏待过你？你房中侍妾众多，而他妹也是其中一个。近年他妹被你其中一个侍妾害死，你却将此事草草了之。二弟，若非你自身欲壑难填，行事不择手段，旁人也无法轻易将你引入去。原来如此。韩静意图谋害楚王，证据确凿，拿下，押入地牢，严加看管。主子，大事不好了！二公子被王爷当众押走，押入地牢了。什么？韩静这个没用的蠢货，不仅没能杀了韩瑞，还被反制关进了地牢。主子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韩静会不会把我们供出？毕竟谋杀王爷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慌什么？母亲派来接应我们的人马上便到，韩瑞很快就会被召进宫中。届时，我们可以趁乱逃回幕府。不过，在走之前，我要亲手杀死穆婷那个贱蹄子。陛下急诏，命楚王即刻入宫面圣，不得延误。楚王韩瑞接旨。生命难违，我需即刻入宫。府中局势眼下虽已控制，但暗流未平。我已增派护卫在听竹轩内外，务必小心。王爷保重。主子，王爷已接旨离府，可他不放心穆婷那贱人，增派了不少护卫在听竹轩。那又如何？我穆家侍卫也不是吃素的。穆婷，今夜就是你的死期。穆婷，今夜就是你的死期。娘，你快躲起来！快，云小娘子，你快走！楚王妃带着人过来了。慕言，看来韩瑞被急召入宫，并非偶然。慕言这是要趁机下死手。小娘子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别慌，知会王爷了吗？我已派人去寻王爷，可这一来一回需要花费不少时间。云小娘子，要不你还是先躲一躲吧。躲？穆婷，我真的是小瞧你了，竟能装聋作哑这么多年，还背着我迷惑了王爷。穆婷有今日，多亏王妃的提携。不错，想不到我会被自己养的狗给咬了。你是得多谢我，不然王爷哪会正眼看你？给我拿下！王妃，这是王爷的院子，请您莫要乱来。贱婢也敢拦我！慕言，你有事只管冲我来，不要伤及无辜。穆婷，少在我面前装好人了。念在你为王爷诞下子嗣的份上，只要你把2个孩子交出来，
我今日可以额外开恩，准许你以侍妾的身份进门。哼，婷姑娘，王妃大度，你还不跪地谢恩？顾爷没对我直接动手，看来他还是记得这里是王爷的院子。多谢王妃抬举，我无意做侍妾。怎么，不做侍妾？莫非你还想做正妻？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你那2双儿女可过继在我名下，日后他就是王爷的嫡长子、嫡长女，你也算是母凭子贵。这种好运，你800辈子都盼不到。穆言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难道我还不清楚吗？你只不过是想抢走我的孩子，然后直接去母留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杀了你，我照样也可以让你那2个小贱种过继在我名下。动手！哼，你现在身上就只剩下这么多了，用完了，我看你还有什么招。让开！坏女人，不许惹我娘亲！坏女人，这是娘亲特制的养阳粉，专门用来对付坏女人的。穆婷，你到底对我做了些什么？快给我解药！我可是楚王妃，你现在这么做是以下犯上，谋害主子，我杀了你！哎呀！求求你，不要杀我！你置我于死地，还想抢走我的孩子？我为什么要放了你？是我错了，我的好妹妹，是长姐错了。哎呀！是长姐错了。想要我救你，你就拿出忏悔的态度。只要你救我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你自己抽你自己的脸，抽到我满意为止，我便饶你一命。好，我抽，我现在就抽。这一巴掌是偿还当年你向你娘告状，让她给我灌哑药，害我当了整整10年的哑巴。华英叫不出来喽。继续，继续。这一巴掌偿还你们逼我娘吃剩饭剩菜，逼她学狗爬。想吃，学狗爬过来。好妹妹，我知错了，求你饶过我吧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够了，够！这一巴掌是偿还你把我送到楚王的床上，害我失去贞洁，还想逼我的口，派刺客放火烧我全家。我没让你停。这一巴掌是还给平安的。够了吧！求你给我解药，我快被痒死，我快受不了这么痒。唯一的解药就是放自己的血，放的足够多，自然就好。娘，我们走。走。好痒啊！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但王妃有事。没事就好。帮我送回幕府。是。这里今晚不适合住了，你们跟我来，我给你们重新安排一处院子。走吧。
我婴儿怎么样了？由外伤导致失血过多，加上邪毒入体，令女恐时日不多。啊！言儿，我的言儿啊！王府欺人太甚，竟然将我女儿害成这般模样送回来，我定要讨个说法。尚书大人讨说法之前，最好先了解一下您的女儿究竟做了什么。宣楚王谕令，王妃穆言犯七出之条：一曰妒忌残害子嗣，二曰不孝，顶撞太后，三曰多言，搅乱家宅，四曰淫逸，私通外男，今行休憩。胡说八道！我要韩瑞亲自给我一个交代，否则我定要告到皇上那里。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御史参奏穆尚书治家不严，纵女行恶，陛下震怒，着穆瑞林贬黜3级。老爷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！都是你这个奸妇，教出如此不知廉耻的女儿，还害得我连跌3级，打死你！穆尚书，还不快速速接旨？咱家还等着回去复命。是。老臣接旨。你这个蠢妇，就是你母女2人把我穆家害到如今的田地。从今日起，你们母女2人不再是我穆家的人了。不要，老爷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以后一定改正，我再也不针对不停了。老爷，爹，你不要抛下言儿，你不是最宠爱言儿了吗？来人，以后再也不敢。滚开！把他母女2人拖下去。不能这么狠心啊！老爷，不能这么狠心啊！老爷，楚王此举是在替穆婷那丫头出气，接令还需细领人，看样子我只能去求他们，才能让我重新坐回尚书的位置。老爷，你不能这么狠心，言儿可是你的嫡女啊！夫人，省着点吃吧。我可是穆氏正妻，你怎可如此无礼？正妻，老爷把你丢到这里，与休妻有什么不同吗？好自为之吧。你个下贱的东西，你给我等着！娘儿，我好饿。言儿，娘这就给你喂吃的啊！言儿，快吃！言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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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醒醒！言儿，你走了让娘怎么活？言儿。千岁千岁千岁！都是自家人，不必多礼。把带来的茶点让孩子们尝尝。小景、小月，来，让哀家抱抱。快过去！哎，来，真乖。
好生收着。谢谢太祖母。好，真乖，出去玩吧啊！既然祖母这么喜欢小景和小月，不如让他们入宫陪您解闷儿。这是何意？当然好，就是不知小娘子舍不舍得。我听闻云大娘子精通药理，不如也让她入宫陪在祖母身旁，做个司药姑姑。一来可以一展所长，二来也便于照料两个孩子。如此甚好。云大娘子意下如何？云大娘子意下如何？司药姑姑是正经的从物品宫女，不仅能拿供奉，日后出宫还要辅谢银子，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。谢太妃娘娘和楚王爱重，民妇愿为太妃尽一份绵薄之力。既如此，明日便进宫吧。你弟弟的事，哀家听说了，所幸没闹出太大的麻烦。你娘已向哀家保证，日后会严加看管。你这边对他小惩大戒后，便寻个理由放他出来吧。孙儿，遵命。原来太后今日是为这事而来，看来楚王府依旧不会太平。原来太后今日是为这事而来，看来楚王府依旧不会太平。祖母，今日劳神了，不如孙儿送您回宫休息。你好生陪着小娘子，送哀家出府便是。是。我与韩瑞身份堪比云霓，即使慕言死了，我也做不了正妻。我的孩子只能是庶主，所以我绝不能说出小景小月的身世。你为什么这般看我？你有什么要和我说的？没有。静兰，静兰，哎呀，静兰，我对不起你们母女啊，是我糊涂啊！静兰，你原谅我吧，静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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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听我说，静兰，滚！慕水莲，你不过是想借我们攀附楚王罢了，何来真心悔过？走。多谢王爷。这几日住的可还习惯？若有任何不妥之处，我命人即刻去改。并无不妥，多劳王爷挂心。不听。其实我一直知道，新婚洞房那晚的人是你。他什么时候拿走的？我也命人修复好了。穆婷，这金镶玉臂钏，是你当年救我落下的。救你？还没有认出我吗？是你？当年你救了我之后，我便一直在学你。当年你给我的香包，那香味我从来没有忘记过，所以新婚夜我便认出来了。多谢王爷挂念，能救王爷是民女的福分。
婷儿，其实你与我不必生分。我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回避我就是担心韩静翻身后，再对你和小景、小月不利。他想要这王位，我还给他便是。在我心中，不会比你们母子三人更重要。请你再相信我一次，最多2年，我们就会过上安稳的日子，再也没有人能够伤害到我们。半年前，太后薨逝，母亲借此辞了司药姑姑之职，随我一起带着小景、小叶来到这处小镇，开了一间药铺。云小娘子，听说了吗？3月前，老皇帝病重，朝堂暗流汹涌，几方势力为皇位明争暗斗，更有陈属暗中拥戴楚王韩瑞，然楚王却没有皇帝命，忽然就战死沙场。可惜呀，可惜。后来呢？后来新帝登基，楚王的爵位也被其弟弟韩静继承。这韩静更惨，才刚继任不到1个月，就被新帝罗织了一个罪名，秘密处死了。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。可不是嘛。云小娘子，要是没啥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婷儿，我先带孩子们去做饭了。小景、小月，我们去做饭了。走吧，快。韩水，你可不要死！你们这有当归吗？有。真的是你，我还以为你死了。我最爱的人在这儿，我怎么会舍得死呢？